这婚老娘不结了。哎呀！这孩子我也不要了。你就停这，就停这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小心点，别炸着了。那个，晴晴，你别紧张，你第一次来我们家，我妈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哎呀，哼，呸，哼，哎，一会儿都给我机灵点，看我眼色。这媳妇儿啊，刚开始不捏扁搓圆了，那以后得骑到你头上了。妈，你放心，一个外人想进咱们周家的门，得先教他学会低头做人。记得怀孕的事先别说，等吃饭的时候给阿姨一个惊喜。晴晴，谢谢你啊，不仅为我，还为我们家操心。我这几年口薄，你一直在供我，还有每个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妈寄钱，连这房子翻新都是你出的钱。傻瓜，咱们从校服到婚纱，那早就是一家人了。你备考那么辛苦，存点钱不容易啊。婚礼的所有花销我来出，至于彩礼，你给个18000走个过场，等婚礼结束，我立马悄悄还你。晴晴，我周浩何德何能？你相信我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傻瓜，这都不重要，只要你爱我就够了。走吧。哎呦，可算是等到了！哎呦，路上辛苦了吧，儿子啊！哎呀，哎，接着呀！啊，哎呦，这细皮嫩肉的，这是你那城里的对象？哎呀，快，都快进屋去！知道晴晴要来呀，妈专门准备了4样硬菜，平时啊可吃不着呢。走走走，快走！哎呀，哎呀，晴晴啊，为了迎你头一回进门，妈可是把祖传的手艺都掏出来了。这4道镇桌的硬菜啊，那我可是天不亮就起来，一点一点精雕细琢出来的。哎呀，这滋味儿，这讲究，别说是在城里，那就是跑遍了10村8乡的，也找不到第2份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瞧瞧，第1道啊是金玉满堂，营养好吃啊。这第2道啊是金银满屋，香脆可口。嘿嘿，这第3样展翅高飞，下饭一绝。这第4样嘛，那可是咱传家宝，吃了以后啊，旺夫旺家，还福气啊传3代呢。哎呀，妈，你这硬菜可真够硬的，这规格，这排场，晴晴，你这可是头一份啊。阿姨，您这菜……哎呀，这是特地给你准备的，这呀是我们老周家的规矩，新媳妇头一顿呐，要吃这底子菜啊，这叫同甘共苦，吃了这顿，咱们才算是一家人。同甘共苦。晴晴，妈呢是没把你当外人才这样的，入乡随俗，给我点面子。算了，第一次来，不能让他为难。
阿姨，啊，阿姨，你平日操劳了，这是我特意买的纽崔莱中老年营养品，对腰腿和睡眠都好，您收下。姐姐，这个是爱驴仕的限量款丝巾，很衬姐姐的气质。姐夫，这个是高希巴的雪茄，醇香不呛喉。西吧。哎呀，这东西死贵！爹，你这边备考边挣钱够辛苦的，他这还真败家。打扮这么风骚，一看就不是什么踏实过日子。哎呀，退掉！我儿子考博刚上岸，有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啊，哪儿经得起你这么花呀？啊，阿姨，这个是我自己花钱买的。哎呦，算了，看在你一片心意，我就收下了。女孩子家别打扮这么花枝招展的，结了婚，把心思都用在照顾老公孩子身上。就听妈的吧。还是我儿子听话，知道心疼我，每个月寄回来的钱都够家用了，多孝顺。这选媳妇儿啊，不能光看脸，得靠这儿。得懂得孝敬公婆。妈说的对，以后我和晴晴一定好好孝敬您。我出去透透气。哎呀，瞧瞧，说这两句还甩脸子了，这还没进门呢。就是，这千金小姐都没他难伺候。妈，姐，晴晴家境好，没受过这种气。受什么气啊？那你在城里伺候她还不够啊？上次你打电话怎么说的？你说那家务活都是你做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是娶了个菩萨回来供着。哎呀，妈，你别说了。晴晴，你别生气啊，你知道的，我妈一个人把我和我姐拉扯大不容易，我骗他们的，我也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啊。好吧，原谅你了。这粉真细，颜色也白，我试试啊。别弄那没用的啊！快，柴给我劈了，我要给我儿子做汤。现在都有燃气了，很方便的。那燃气不花钱呐啊！一点不懂勤俭持家，快劈！儿子，干嘛呢？城里的女人就是娇气，笨手笨脚的，一点事儿都干不好。晴晴，你来盛饭吧。表现表现啊！一位，多来点儿，再满点儿。哎呦，太满了！谁叫你上桌的啊？没过门的媳妇儿不能上桌，否则坏风水、破财运，这是规矩。这是歪门邪道。周浩，晴晴，一顿饭而已，忍忍，别惹妈生气。
儿了，以后就这么立规矩。以后就这么立规矩。啊？啊？吃饭吃饭啊，吃饭。静静，来，来，我喂你。这反应，八成是有了呀！哎呦，弟妹，这是肠胃不舒服，还是有喜了？本来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，没错，我怀孕了。啊！好啊，等肚子大了，看他还怎么给我们横。到时候，只有我们周家会要他。还不是我们说什么那就是什么。吃饭吃饭。苏晴，去把碗洗了。可是我没洗过碗。什么？你欺负我儿子老实是不是啊？他一边备考一边还伺候你，让你洗个碗怎么了？我们平时都是用洗碗机洗碗。少在这矫情！我们当年临产前还在河边砸冰洗衣服，让你洗碗那是教你规矩，学好怎么伺候男人。就是，你看这房子翻新的多敞亮，那多亏我弟从外面寄钱回来，妈每个月的生活费也是我弟在出，不像某些人一分钱不出，只会吸我弟的血，使唤我弟洗个碗都不乐意。哼，这房子的翻新还有生活费，明明是我。晴晴，大过年的别让妈生气。哼，再说了，你刚怀孕，洗个碗也没什么。再说第一次来，留个好印象，是不是？好，为了你，为了我们这个家，我洗。可不是。妈，啊？我和晴晴商量好了，彩礼18000。啊，18000？你卖身呐？哎呀，我那会儿就一条被子呀，现在张嘴就要钱呢。只是走个过程，说好了，婚礼结束后就还他。你骗鬼呢？那钱到你兜里还能掏出来呀？这些年你吃我儿子，花我儿子的，穿我儿子的，那花的早不止18000了。就是，这细算起来，你还倒欠我们家的。周浩，你说进门之前我们怎么说的？彩礼1分没有，你还得赔价50万。你晴晴，妈也是为了我们好，你别跟她斤斤计较，我回头说说她啊。不过我们老周家讲礼数啊，喏，传家宝，以后你就安心在家缝缝补补，擦擦洗洗。妈，他家陪嫁房车是100多万呢，你态度好点，能捞更多。哎呦，晴晴，我妈就这脾气，我刚说她了，你刚怀上，别动了胎气。哎呦，你看这事儿闹的啊，是妈没搞清楚。哎，不过既然怀上了，这婚礼、彩礼、3金什么的都省啊。什么？什么？哎呦，你都怀上了，还怎么婚礼啊？大着肚子，怕人家戳脊梁骨啊！说我儿子娶了个不检点的，到时候我们周家的脸往哪儿放啊？妈也是为了我们好，你现在怀着孕，穿婚纱确实不体面。等你以后生完了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周浩，我们说好要婚礼的，我地金都给了。晴晴，你就当为了我，为了咱们这个家，再忍一忍行吗？你先答应妈，我之后一定补偿你。我绝不同意。
那周浩就是冲着咱们家钱来的。我苏志国的女儿就是一辈子不嫁人，我也养得起，用不着去他们家受气。爸，周浩他不是这种人，他心里有我。爸，哎，你周浩，我相信你。你刚才说的，我都答应。这城里牛都能训得这么服帖，这种好事怎么没让老子遇到呢？这就对了，既然进了我们周家门，就得守我们周家的规矩。你必须生到有儿子为止。周浩，进门前你发的誓都忘了吗？你说过会风光娶我进门，怎么现在都是你妈说了算？你一直在骗我。我妈说的没错，我是我们家的独苗，生个男孩传宗接代怎么了？很正常。周浩，这个婚还有必要结吗？当然，孩子都有了，你说什么胡话？你就是怀孕了，情绪不稳定，无理取闹。就是，要真自爱，能婚前就搞大肚子？说明我弟有本事。能怀上我们老周家的种，那是你的福气。我儿子可是博士生，哎呀，他这聪明脑袋全部遗传你孩子，你就偷着乐吧。福气？我们家让你一个不清不白的孕妇进门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你就该拿出你的诚意来。诚意？你还想要什么？哎呀，给你姐和你姐夫买辆豪车，男人出门有排面，然后在城里给我买套养老房，必须写我的名儿，再准备100万养老金啊！现在就要100万？还没完呢。我孙子生下来，一切开销你全包了。你不是大小姐吗？这点诚意都拿不出来？你的意思是，要我养你们一大家子？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我妈说的没错，男人在外面需要体面，需要面子，买辆车怎么了？再说你们家又不缺那点钱。这点要求算什么呀？啊，你想进我们周家的门，就得主动拿出诚意。周浩，我可以跟你结婚，但彩礼说好的18000就是18000。还有刚才那些离谱的条件，我一个不答应。看看呐，这就是你找的好媳妇儿，连这点钱都跟你算计，一看就不是真心跟你过。苏晴，你家又不缺这点钱，跟我计较这些有意思吗？再说了，这些以后不都是我们的吗？你对我妈态度好点。我态度不好？你是没看见吗？从进门开始，他们就一直压榨我，欺辱我。就因为她是你妈，是你姐，我就该受这个气。你就是臭脾气，无理取闹，不尊重长辈。我无理取闹？你什么时候可以改下你的公主病？周浩，是你既没钱，一直说要风光娶我，我体谅你，彩礼走个过程。但现在你们一家子1分钱都不想出，想反过来吸我家的血，在你心里，我到底算什么18000还少，就你这臭脾气，谁受得了你？告诉你，我是博士生，未来吃国家饭。你们家现在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以后不还得靠我？博士生？要不是我爸到处找关系，你真以为你考得上？孩子拴住妈，这死丫头一定会为了孩子妥协。既然你这么有本事啊，你还死咬着彩礼不放，一个大肚婆，除了我儿子，谁还会要你啊？啊！哼，现在是你求的我们老周家，所以你们家是想用这个孩子要挟我？妈，怕什么？他舍不得孩子，
肯定服软在这跟我们装硬气呢。到时候，哎呀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就听妈的吧，他是过来人，说的没错。周豪，这么多年，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虚伪？虚伪？这么多年，我为你当牛做马。你当什么牛马？这么多年，谁养的谁？你心里没数吗？够了，大过年的说这些有意思吗？苏晴，你年龄也不小了，打了胎，这辈子怕是难生了。就是，你一个二手货，我就是不给彩礼，你都得嫁。你呢？你也这么想？妈说的没错，到现在这样，除了我，谁还能要你？爸，派人来接我。周家村10舍5号。苏晴，你非要把事做绝，搞这么难看是吗？你让你爸怎么看我？这婚到底是结还是不结？他当然结呀，都是女人，我还能不懂他那点心思？没错，他就是在欲擒故纵啊！对，欲擒故纵。苏晴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掂量清楚，现在除了我，谁会要你这只破鞋？我告诉你，答应我妈所有的条件，我们马上结婚。这婚，老娘不结了。啊！哎呀！这孩子，我也不要了。这孩子，我也不要了。哎呀！大小姐，我们到村口了，你稍等，这就来接你。好。哎呀，我的柜子呀！哎呦，我的花梨木柜子呀！哎，这还是我儿子给我买的洋货呢。我平时擦灰都嫌手重啊，哎，你这个挨钱刀的给砸了呀！哎呀，这娘们下手真黑。别走！这就是周好媳妇儿吧？城里姑娘真水灵啊！苏晴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和他们周家没有任何关系。谁说没关系啊？砸了我的柜子就想跑，赔钱！就是，这柜子是我弟专门给我妈买的，你必须得赔。别说1个了，就是10个，我也照砸。儿子，你听听啊，他就是个泼妇，什么温柔懂事啊，全是装的。苏晴，今天必须给我妈道歉，否则别想出这个门。该道歉的是你们这一家子吸血鬼。你，姑娘，这大过年的砸人家东西，确实是你不对啊。就是，哎呦，大家都给评评理呀！这还没进门呢就砸家，这以后还不把家给翻了呀？啊！今天不赔钱，就别想走。别说这一个破柜子，就算今天我把你们周家这房子给砸个稀烂，你们周家也别想找我要1分钱。你横什么呢？啊！真以为揣着我们周家的种，老娘都不敢动你啊！听见没？没办事儿就先怀上喽。哎呦，这先上车后补票，这么不自爱，还有脸在这逞威风？我什么人，轮不到你们说3道4。敢错还不让人说了，真是！闹够了没有？我带你回来是给我妈尽孝的，不是让你回来丢人现眼的。装什么清高呢？别以为都不知道你肚子里那点事儿。就是，从一进门就摆这张臭脸，我们家都忍你好久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这一家人的嘴脸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哎呦，这乡亲们都看一看呐！他一个没结婚就揣着崽的烂货，我们周家已经仁至义尽了呀，他反倒恩将仇报，要拆我们家呀！
你们全家恨不得扒了我的皮，抽了我的筋，吸干我的血，现在在这儿装什么假仁假义？像你这种破鞋啊，我肯让你进门，那是你积了8辈子的大德了。你还在这不识抬举，哪个好人家不要你这不知检点的破老婆？哎呀，这要搁早些年，得跪祠堂挨鞭子。就是现在，算便宜你了。仙世界的裹脚布说的就是你这种人。你还有没有教养？李婶是长辈，说你几句怎么了？周浩，这些年算我瞎了眼，我好吃好喝的供着你读博，怎么就养出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鬼东西？贱人，谁准你骂我儿子的啊？你攻他，我呸！是我儿子心善，他考博那么忙，还得养你。我儿子可是吃皇粮的博士生，我周家的东西也跟着金贵。你呀，砸了就得赔钱。城里人，你连这点规矩都不懂？对呀，大过年的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赶紧赔钱给人家修柜子。修？想得美！哼！我要你赔个新的，我要这个18000的还不会。18000？你砸了我的柜子，就得赔个更好的，才配得上我儿子的身份。你笑什么？你今天不赔钱，你都休想出这个门。苏晴，今天只要你答应我妈，这门婚事我还可以考虑考虑。18000的彩礼跟挖了你们全家心头血一样，这18000的破柜子，你倒是答应的爽快。我们7年的感情，还抵不上这几块烂木头。是你自己发疯要砸的，现在还有脸跟我儿子扯感情？没教养的东西！我妈说的对，一码归一码，柜子是你砸烂的，赔钱天经地义，别再给胡搅蛮缠。以为城里来的姑娘有多温顺呢，原来是个疯婆子。还是在农村的实在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一码归一码。周浩，你们全家人指着我鼻子羞辱我的时候，你缩在后面跟个缩头乌龟一样。你现在知道站出来主持公道了？你的良心喂了狗吗？你绕来绕去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苏晴，今天才算看清你斤斤计较的真面目。要想不赔也行，只要你点头答应，买车买房100万，生孩子的开销你全包了。今天的事儿嘛，我就当没看见。我凭什么赔？这柜子本来就是我买的。你放屁！这明明是我儿子一沓沓红票子给的啊！我亲眼看见他输给工人的。你再胡说，我撕了你的嘴！我看你这不是怀孕了，是脑子长瘤子了吧？都开始胡说八道了。周浩，告诉他们，这柜子到底是谁买的，谁偷的？苏晴，你家又不缺这18000，斤斤计较有意思吗？有，你先别说18000，108000我都可以给你花。但是现在你们全家休想再从我这儿占到1毛便宜。就为了这点钱，大过年的非要撕破脸吗？是你们全家先把我的脸踩在脚下，既然你们不要脸，我为什么还要给你们体面？周浩，当初看上你，算我瞎了眼。从今以后，之前那个满心满眼都是你的苏晴，已经死了。我呸！哼，少在这胡咧咧！这柜子明明就是我儿子买的，要不是我儿子买的，我天打雷劈！儿子，你大声给我说出来，扒了这贱人的皮！说呀，你妈问你话呢。这柜子谁买的？哎呀，柜子是苏晴买的。这柜子真是你买的？呸呸呸！哎呀，哎呀，咱们冤枉这姑娘了。是哎呀，真是的，这是你买的，你也不能砸。我砸我花钱买的东西，轮到你在这儿提意见？那提什么呢？啊，
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屋里的都是你买的呢。哼！妈，你别说了，我偏要说，他将来连给你提鞋都不配。现在花了几个钱，那是他的福气，送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，必须得赔钱。我今天可算见识到了什么是蛮横无理。苏晴，你们7年的感情，非要闹得这么难堪吗？全村人都在呢。你们家的面子不就早就被你们放进茅坑了吗？呸！哼，城里的姑娘这么抠搜。我还有钱，你呢？狗叫2声，还有2根骨头。你在这儿狂吠半天，除了惹人嫌，你还有什么？打人了！买个柜子你狂什么呀？啊！别家的媳妇儿都得出钱盖个小洋楼，才配给我儿子暖床。我倒是忘了，你们家这破房子翻新，从里到外每一块砖都是我苏秦的钱。你们家这破房子翻新，从里到外每一块砖都是我苏秦的钱。哎呀，原来是这周货是个吃软饭的。你胡说！不止翻新，这新家具、新家电全都是我苏秦掏的钱。放你娘的屁！证据呢？空口白牙在这胡咧啥呢？这翻新加彩电家具，少说得几10万，1.8万你在这掰扯半天，这钱要真是你掏的，我当场给你磕3个响头。这么着急办年啊？这是所有的购买记录和发票。哎呦，还真是个吃软饭。要我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这付款人的名字一个个念出来吗？苏晴，你非得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吗？咱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不行。是真的是苏秦啊？是吗？儿子，这柜子真是他买的，咱家这房子翻修也是他出的钱啊？说啊，你亲妈问你话呢。是，都是苏秦。哎呀！磕吧，3个响头，我等着你。苏晴，她是我姐，你别太欺负人。周浩，你除了能花我的钱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？哎呀，这闺女啊，真是对周家掏心掏肺，比亲闺女还孝顺。秦妹子，干脆你让儿子嫁给人家得了。你这些烂舌根儿的啊！哎呀，不得好死！哎呀，你这些年挣的钱都哪儿去了？是不是被这个贱货祸害光了啊？肯定是，拿着我弟的钱给我们翻新买家电，然后说是自己出的，你可真够不要脸的！说话呀，儿子，你怕他干什么？说呀，当着你亲妈还有你亲姐的面说，这些年你考博的所有钱，你装孝顺寄回家的每1毛是谁的？说啊，你哑巴了？你的。大声点，我听不见。你的都是你的，行了吧？哎呦喂，弄了半天，哎，这家电这房子都是人家闺女出的单儿啊，弄了半天是这样子啊。周浩，真给你死去的爹丢脸啊！那大老爷们儿在女人身上嬉戏，哎呀，没皮没脸的东西！哎呀，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！你这一年不是在外面挣钱，那钱呢？就是啊，你这不是说白天打工，晚上备考吗？这钱都去哪儿了？我这几年考博没有时间赚钱，花的都是苏秦的钱。哎呦，听听，这软饭吃的，那又能咋样啊？我儿子是当官的命，哼，肯花你的钱，那是赏你脸了。哼，现在不巴结，以后就跟不上了。等我弟捧上了铁饭碗，什么领导的闺女、白父母，排着队往上扑，得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呢？你也这么想的？对，我早就受够了你这副施舍的嘴脸。施舍？
这些年你挥霍我们家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脏？怎么不觉得是施舍你啊？哎呦，能给我儿子花钱，那是你们家的福气啊！别人想花，我儿子还看不上。你吃软饭还那么还听爸妈的嘴脸，哎呀！你们周家，全家都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。一方骗，以后就算是你把门槛踩烂了，也休想进我周家的大门。没错，现在是博士生，以后我毕业了，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能碾压你家那点产业。而你呢？你离开你爸妈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这7年，就当我真心喂了狗。你们周家这门，我踏半步，我都嫌脏了我的鞋。哎呦，现在别嘴硬，别等以后抱着孩子哭爹喊娘的回来求我弟。哼，你一个被人玩烂的破鞋，我看哪个冤大头敢接盘啊？孩子，我1分不出，抚养权归我。逢年过节必须带回来给我磕头敬茶，少一次我撕了你的脸。认命吧，弟妹，这女人啊，天生就是生崽儿的命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垃圾都没扫清，轮得到你在这儿叫费？1分不花，想白得一个孩子叫你爹？你们周家真是祖传软饭硬吃。这孩子认祖归宗，那是看得起你。等我儿子当了大官，他可是正儿八经的官少爷，别人挤破头都得不来的福气啊！抱着你的福气进棺材。吃软饭还打人呀？可不行啊！就凭你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，你就得听我说的做。你耳朵聋了是吧？我再说一次，这孽种我不要了。姑娘，可别冲动啊！孩子是无辜的呀。对呀，当娘的可不能这么狠心。是啊，受再大委屈，也得为孩子想想。哎呀，可不是嘛。哎呀，叫孩子来受苦，老的是吸血蚂蟥，小的是软脚废物。这一家凑不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这叫造孽。这是把他往一堆不配当人的烂泥里按。哎呀，你在这儿唱什么苦情戏呢？啊，我们周家的血脉轮不到你做主。儿子，他就是在装可怜，逼你服软呢。这是我的种，我说不能打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打。你的种，你配当爹吗？这自古以来呀，女人就要听男人的。这胎你敢打了，你就是犯罪，是杀人，我要让你坐牢。我的子宫还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周后，这么喜欢当爹，那我就祝你未来老婆每1年都给你送绿帽子。我打死你！你打呀！这一巴掌下去，你宝贝儿子的前途就跟你们周家的脸面一起埋在地下。哎呀妈，你不能打，你打完我的前途就毁了。再说，全村人都看着呢。哎呀，弟说的对，这贱人精得很。这一巴掌下去，别让他讹上咱家。你个贱人！你这是存心要毁了我儿子是不是啊？我给过他台阶，是他自己不珍惜。你非要把我们家拆了吗？这么多年的真心，我为了狗了是吗？你对我好，这些年是我好吃好喝的供着你，还养着你们家这群白眼狼。就是不能饶了他。哎呀，放下！放下！放下！算怎么了？哎呀，真好，这得不少钱呢吧？哎呦，这白菜便宜，还多钱啊！周家人呐，这瞎了眼了。哎呀，可哎呀，给我拿回来！送人的东西还能要回去呢，丢人！丢人！够了，到此为止。索情，我们两清了。谁说我们两清了？我和你们周家的账
现在清算。谁说我们两清了？我和你们周家的账，现在清算。哎呀，这是一听说我儿子不要你了，着急倒贴呢呀啊！刚才不是还挺硬气的吗？现在后悔了，可惜了。像我弟这样的香饽饽，想给他暖被窝的姑娘，从村头排到了县城。你算老几？对，我跟他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，毕竟他的年薪连我一个包都买不起。苏晴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恶毒？整整7年，装的可真像。现在为了这么点钱，原形毕露了是吧？这点钱，周浩，你这一身行头，从里到外都是我掏钱买的，现在脱下来。哎，还有你们全家身上穿的，脚上踩的，连内裤都是我掏钱买的。哎呀，这家的衣服都是人家买的。哎呀，放你娘的屁啊！这明明都是我儿子的钱。苏晴，看你现在的自己，跟马家的泼妇有什么区别？我真是瞎了眼，整整7年，浪费了我7年的时间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咋回事？大小姐，有钱臭钱，显摆什么呀？泼妇，那我今天就把这些年给你们这群白眼狼花的每一分钱都砸粉碎，给我砸！哎呀，住手！哎呀！住手啊！住手！你们这帮强盗！我弄死你！我的腰！住手！这些都是钱啊！我砸我花钱买的东西，有问题吗？哎呀，这些都是我的家当啊！哎呀，你个丧门星，你就是要毁了我们周家呀！哎呀，你这是明目张胆的犯罪，我立刻叫来执法队，我要让你把牢底坐穿！对，干嘛还打我？给我把他们抓起来！好啊，那就让他们来，让他们都看看你们一家是怎么靠着我的钱撑了这么多的门面。快报警！哎呀，强盗杀人了！哎呀，无法无天了！哎呀，喂，是执法队长吗？周家里死人了，快来啊！谁让你们停手的？继续打，一个不留！哎呀，住手！大过年的，闹什么？哎呦，青天大老爷呀！哎呀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这毒妇带人来家里闹，你看看这地上弄的呀！就是，这城里的姑娘就能像条疯狗一样，随便欺负我们这些老实人家吗？对，还打我！他们所说属实吗？队长，这些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，我觉得他有点旧了，想清理一下，应该不违法吧？你怎么证明这些东西是你的资产？这是所有东西的购买记录和凭证。啊，你说你受伤了，伤哪儿了？这，他们打我！各位乡亲，他们说的是什么？队长，我们都看见了，是林鹏先拿着椅子要砸人家，人家才还手的。这个姑娘一直好言好语的，就他们这家子呀，欺人太甚。破坏自己出资购买的物品是不构成案件的，但是大过年的，咱们还是以和为贵。队长，请留步。我要实名举报，这里有人敲诈勒索。苏晴，
你还觉得这件事闹得不够大吗？他胡说！青天大老爷，你可不能信他的呀！报家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你指控他们敲诈，是否有证据？彩礼1分没有，你还得赔下50万。这只是其中一句，我有全部的录音证据。儿子，这如果情况属实，这涉嫌敲诈勒索，数额巨大，是要判刑的。这事跟我没关系，都是他们娘俩嚼舌根。哎呦，这我们是气上头了，说的胡话，这不作数的啊！这孩子我们肯定是要的，对，这就是个误会。是啊，队长，我们7年的感情，我不可能勒索他的。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能拿一个孩子开玩笑？这是人干的事吗？女士，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说到底也是一家人了。你看，我没有这样的家人。他报假警，他浪费警力，该抓他。报警电话是你们打的。队长，请问这些年我向他们一家陆续转账前后几10万，有银行的记录可以作为证据追回吗？苏晴，你非要把我们周家往死里整吗？你非要把我们周家往死里整吗？你们全家算计我财产，把我当做生育工具的时候，就没有想过是把我往死里整吗？这7年，我养着你们全家，连你爸的丧葬费都是我出的。你妈不是很会算计吗？那就算清楚。这位同志，如果你要坚持，可以提起诉讼，但是考虑到你们还有孩子，我建议还是冷静下来，好好聊一聊。这事儿可跟我没关系，都是他们娘俩嘴皮子贱，非要算计人家。那钱是你自己犯贱，倒贴的，1个愿打1个愿挨，现在反咬一口啊！这分手就要钱，这以后谁还敢谈恋爱啊？他这是诈骗，你得为我们做主啊！涉嫌金额较大，不是你们谁嗓门大谁就有理，凡事都要讲证据。你也是蠢，转账的时候就应该写上自愿赠与，这是傻眼了吧？苏晴，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明明不差这些，非要在这个时候给我赶尽杀绝是吧？当时你用钱绑住我，现在绑不住了，就原形毕露了是吧？队长，您看这样一家人，您觉得我还有聊的必要吗？情关难断家务事，你如果坚持，就走诉讼程序吧。如果坚持，就走诉讼程序吧。走，散了。走。快去跟他说几句好话。她一个带孩子的女人，跟他急什么呀？他肯定是拿着孩子来威胁你，等把他骗回来，那孩子跟他家的钱不都是你的？妈说的对，7年还打过胎，这样的女人谁要啊？哎呀，你就低个头，她肯定不会让我们还钱，还会乖乖把那50万陪嫁带回来。苏晴，我知道错了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看在我们情感的份上，你别生气了行吗？我妈我姐他们没有恶意，就是嘴有点碎。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周浩，我最后悔的事就是听了你的鬼话，跑到这穷山沟，被你们全家像牲口一样作践。什么穷山沟啊！哼，我儿子可是博士生，他能把你带回来，是你家8辈子积德，你还敢来砸我们家？你也不怕遭报应啊！博士生，好，那就让他导师来看看他是怎么吸女朋友的血，是怎么带着全家对我挑骨吸髓。打，随便打。我弟的导师那可是文化人，明事理，来了也只会说你是个泼妇。你闹够了没有？砸也砸了，骂也骂了，我们现在扯平了。扯平？这些破烂连我7年真心的半点零头都比不上。我他妈7年陪着你，哄着你，供着你，你的真心就是真心，我的真心就为了狗了吗？对，1周把钱还清，少1分，法庭见。苏晴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我们整整7年，我现在低三下四的求你，你非得搞得我们周家家破人亡是吧？你求我不是因为你知道错了，是你们全家没退路了。你们家先不当人，我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这就受不了了。
你敢告，我就把你被搞大肚子没人要的事儿传的全城都知道。就是，你们这些城里的姑娘最怕丢人现眼，以后怕都没有脸出门了吧？那你们去告啊！正好，我再多加一条，侵犯他人名誉，一并清算。你吓唬谁呢啊？哼，老娘说的都是实话，我看谁敢抓我！妈，你别说了，这是违法的。你走可以，100万青春补偿费。对，我儿子这7年不能白被你糟蹋了，这钱必须给。哼，7年，我瞒着所有人偷偷补给你，为了你跟家里几近决裂，我赌上全部前途和千钱陪你苦熬，我的青春就不是青春了吗？你又无所谓，你花点钱依然可以青春靓丽。我呢，我熬夜考试，担心前程，我的青春都已经耗尽了。少在这儿装可怜，你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你，你失败是因为你无能。你永远都这样，你永远不会反省自己。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女人一样关心我、体谅我、体谅我和我家人的难处呢？体谅？难道让我跪下来感谢你们全家，算计我、作践我的大恩大德？那还不是因为你太强势，什么事情都得按你说的来。你少在这儿 PUA 我。好，你这么想，这最后一层遮羞布是你自己扯下来的。这是周浩。苏晴，你太过分了吧！你怎么把录音和账单传到论坛上了？这样，我这一辈子就毁了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的青春被消耗了吗？那我就要让所有人看看，到底是谁的青春喂了狗。准饭王滚出来一大！求男主上位攻略。白眼狼陪人家青春。早就说过吃软饭也要讲技巧，这下傻了吧？管他放什么屁呢！啊，这种嫌贫爱富的烂货跑得正好，妈给你介绍一个胸大屁股圆的，3年生俩。对，就凭我弟的能力，离了你啊，只能找到更好的。你们别说了，要不是因为你们，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消息传到网上，学校知道了以后，我会被开除的。他敢？谁家没点破事儿啊？啊，学校肯定会帮着你的。哼，就是学校要处理了你啊，那妈去学校门口吊死。对，我们全家去闹。周浩。哎呦，王老师。老师，你可算来了！我弟可是你带出来的博士生，你可要为他做主啊！这个泼妇在这撒泼砸东西，还污蔑我弟。不必说了，刚才在门口，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周浩，我教了这么多年书，最痛心的不是学生笨，而是品行不端、道德败坏。这件事我会如实上报，建议你劝退处理。王老师，你听我说，我好不容易考上，你好自为之吧。王老师，王老师，哎呀，现在怎么办呢？这完了，全都完了，这下我的前途全都被你们给毁了。早就说那小子狼心狗肺，你偏不听，现在吃了大亏。回来就好，那混账最好别让我遇上，不然腿打断胃口。爸，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。这孩子我不想要了，周家那一家子一定会像水蛭一样缠上他，缠上我的一生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被他们那一家人像阴影一样的缠一辈子。只要你想好了，不管做什么决定，爸都支持。哎呀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，去学校求个情会死啊！就说那贱人被你甩了，陷害你，那些大领导肯定会信你呀。对呀，学校不是村口大队，你们撒泼打滚根本就没有用。
那是证据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们一样是法盲吗？嘿呀，读了2天书，教训起你老娘来了。证据怎么了？我说他是假的，他就是假的。就是你们这副愚蠢的样子，才把我害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被你们害死了。你回来呀！哎呦！苏晴，你他妈给我出来！苏晴，你给我出来！苏晴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现在前途没了，你满意了？是你贪得无厌、自私懦弱，你落到今天，是你咎由自取。那我也是孩子他爸。这7年，就当我真心喂了狗，我也绝不会让我的孩子活成你这样的人，更不会让他流着你们周家肮脏的血，一辈子抬不起头。这孩子，我是不会要的。没我点头，我看谁他妈敢动他！我的身体，我的人生，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医生说过，你体质弱，打了之后你就再也怀不上。我看谁会要一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，到时候你跪下来求我，我都不要你。结婚不是为了给谁下蛋，真正爱我的人，不会因为我不能生育而离开我，而不爱我的人，就算我给他生10个也没用。苏晴，你他妈真够狠的！7天还钱，还不上，法庭见。苏晴，你他妈给我出来！出来！你给我等着！告诉你，没完！等着！什么？50万？这贱人是不是疯了？抢钱呢？咱们真花他这么多？也许吧。放屁！我们怎么可能花他那么多钱呢？啊！你有没有脑子你呀？啊！哎呀！好了，你脸上涂在身上穿的，哪样不是他买的？还有你，变着花样的跟他要红包要首饰，要不是你们作妖，我早就应该结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被你们害惨了。吵什么？他肚子里怀的不是咱周家人的种，他舍得打发他。啊，对，孩子生下来，他人和钱不都还是咱们周家的？他说了，他不想要这个孩子。放屁啊！那女人怀了孩子，就是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哪有当娘的有这么狠心的？她肯定是嘴硬。就是，那现在说不定正在家中补胎呢。他要真敢打掉，我把头拧下来给他当球踢。周浩，有你的快递。哎呀，没有啊。这谁寄来的？是苏晴。瞧瞧啊，妈说什么来着？这女人就是嘴硬心软，准是后悔跟你闹了啊！提东西来赔罪了吧？哎呀，这女人嘛，当面道歉，她总是丢份儿。她对我弟死心塌地这么多年，哪能说断就断呀？他昨天晚上说，他不想要这个孩子。这女人嘛，这吵架肯定是什么难听说什么。等她气消了，她能舍得肚子里那团肉？就是他们有钱人最注重香火了，那好不容易怀上，能让他胡闹？哎呀，绝对不可能！就是，再贵的金凤凰，怀了崽也得归巢。这娃呀，就是拴住他的金锁链。没错啊。
这箱子这么小，里面装的该不会是金条吧？不像。那不是金子，那也是挺值钱的呀！啊，要不然怎么包这么严实啊？连个字儿都不写，肯定啊，是给咱们惊喜呢！来，哎呀！你这找的是媳妇吗？这是活阎王，真变态！孙子，哎呀，我的大孙子呀！哎呀，天杀的苏家！你们把我周家唯一的独苗给杀了！这孩子没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啊，赔！必须赔！苏家害了我孙子的命，50万想都别想！苏家还得还我孙子的命，100万，不，200万！对，必须得赔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现在就去找，我要找他们苏家闹，我要让全家的人都看看他们苏家的女儿是怎么害人的。爹，愣着干嘛？走啊！哎呀，来了，快！苏晴，你个毒妇，竟然敢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下手！这一巴掌是为孩子打的，打他投错胎，遇到你这么一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，你敢打我？哎呦！这一巴掌为我那瞎了眼的7年打的，这么久都没看清你是人是鬼。贱人，你敢打我儿子，我！你要是不想我的巴掌印在你的脸上，爸，我们走。哎呀，大家都快来看呐！哎呀，吸干我们穷人的血还不够啊！嫌我们穷，现在连亲骨肉都不要了，把我儿子当畜生使啊，不得好死啊！快来看呐，苏家千金杀子亲夫了！你们到底想要什么？哎呀，简单，赔钱呐，200万，少1分，今天你都别想走。用亲骨肉的命来讹钱，你们周家真不是个东西！我呸！你装什么清高啊？要不是你女儿裤腰带松，2腿一蹬，硬往我儿子身上贴，会有这事儿吗？啊！现在自己倒立起牌坊来了。我苏志国走南闯北几10年，没见过你们这么下作的人家，也不怕自己的女儿遭报应吗？遭报应的是你女儿，她杀了我们周家的种。哼，秦秀莲，你之前用孩子逼我补贴嫁妆，现在用她的命坐地起价。周浩，你们这一家子就是披着人皮的畜生。是被你逼的，要不是你把事情做绝，我怎么会被学校开除？我本应该风风光光的毕业，进入最好的单位，你把我一生都毁了。跟你要200万，算是便宜你了。我女儿陪你吃糠咽菜，换来你们把她当牲口算计。哎，现在可不止200万了啊！你们必须得赔我和我儿子精神损失费300万啊，少1分都不行。什么？你们苏家断了我们周家的后，赔钱天经地义。赶紧赔钱，不然我们天天来你家门口闹。哼，300万，1分钱你们也拿不到。你欠我女儿的50万，限期内还不上，法庭见。我苏家要与你这窝吸血虫一磕到底。
完了，这钱没捞着，倒贴50万。妈，这钱就是把咱祖宗刨了，都赔不起呀！赔什么赔呀？要不是你女儿上赶着倒贴，她自己建，管我们屁事儿啊！哎，哼，你们这些烂心肝的，我们周家砸锅卖铁攻出来的宝贝疙瘩，眼看就要光宗耀祖了，被你们一巴掌拍到臭水沟了。你们就是眼红我儿子有出息，存心要断了我们周家的根呐！哼，钱一分没有，敢让我儿子坐牢，我就吊死在你们大门口，做鬼都不放过你们！哼！苏晴，算我求你，这50万只要你放过我们，我从此消失，我妈我姐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周浩，你的鬼话留着去法庭跟法官说去吧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老娘就这条烂命，有本事你现在就拿去！你的命也配要50万？苏晴，你这个毒妇，非要赶尽杀绝吗？对，没错，我现在看到你们这一家就恶心。5天拿不出钱，就等着上法庭吧。你们与其在这儿像苍蝇一样纠缠，还不如滚回去凑钱，否则你就等着牢底坐穿。爸，我们走。哎呀，我呸！一家子绝户头，金山银山都买不来你们断子绝孙的命！哼！来尝尝爸研究的糖。家里不都有阿姨吗？我想吃什么让他们做就行了。你天天不去公司，光在这儿过研究煲汤，我都快被您喂成小胖猪了。公司哪有我女儿重要？快趁热喝。裁判文书。法院判决了，那50万他们没还，限期1个月，要是再不还，强制执行。判得好，这群猪狗不如的东西，就该让法律狠狠治他们。就是苦了我女儿，平白受了这么多苦。都过去了吧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哎呦，哎呀，儿啊，完了！哎呀，那天杀的真的把我们给告了。那法院还让我们赔507432块。哎呀，哎，你聋了吗？啊，50万呐！我们家上哪儿去找那么多钱呢？这是要害死我们周家呀！你倒是放个屁呀！哎呀，我说你哑巴了！要不是你把那丧门星给带回来，咱们家会倒这血霉吗？啊！你现在怪我了？当初谁说城里的女孩有面子，赶紧拿下，现在全赖在我头上了。哎呀，谁让你不找个软柿子捏呀？啊，找这么个硬茬，把这家整得天翻地覆的。这全都是你们造的孽！如果你跟我姐不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，我和苏晴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现在她可以回去做她的千金大小姐，而我呢，就是一个穷鬼，现在什么都没了。哎呦，我不活了呀！我辛辛苦苦养出个白眼狼来啊，自己没用，反倒这屎盆子扣到老娘头上来了呀！啊，前途毁了，人财两空，现在还要去坐牢？不行，老周家绝对不能出劳改犯。哎，等等，有办法了！啊，有法子了！什么办法？哎呦，咱们呀去给他赔个不是，道个歉，把他给哄回来啊！苏晴不一样，她是千金大小姐，离了男人照样风光的活着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家里啊就剩咱们娘儿俩相依为命了。你要是再进去了，那娘可怎么活呀？啊！哎呀，你去不去？
你要是不去，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。哎妈，我去，行了吧？哎呦，这就对了嘛！闺女，快看，公司刚签下周家村的宅基地开发，这可是笔大生意。周家村，周浩他们村啊？还真是。这钱咱不赚了，绝不能再给他们借口来纠缠你。爸，生意是生意，村子那么大，未必碰得上，而且犯不着为这种放弃机会，不迟的。女儿真是长大了，懂大局明事理，这公司交给你，爸放心。哎呀，亲家，滚出去！谁是你的亲家？欺负我女儿的畜生，也配进我们苏家的门？我们家不欢迎你们，滚出去！哎呀，快给晴晴认错啊！晴晴，我以前是混蛋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好儿媳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儿子，我当牛做马都行。那妈也给你跪下。少给我来这一套！哎呦，和好？不可能！晴晴，我不是人。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也反思了很多。我在乎你，我还爱你。反思？周浩，你演这一套，演给谁看？你们全家把我踩在脚底下欺辱的时候，你在哪？你们家拿孩子当筹码，找我要50万的时候，又在哪？孩子的事是我们的问题，那也是我的骨肉，我也心疼啊。是我不对，我没有处理好你和我妈之间的问题。晴晴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是人。晴晴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收起你这套，你让我恶心，滚出去！哎呦，哎呀，都是我的主意，跟我儿子没关系。哎呦，我发誓啊，只要与我儿子和好，我立马滚得远远的，永远不再掺和你们的事儿啊！看到你们俩就恶心，和好不可能。好啊，你狠心是吧？哼，那行，我那没出生的大孙子总不能白死，他那条命就抵那50万，咱们俩清了。秦秀莲，你的心肝被狗吃了吗？你拿一个孩子的命来讨价还价？我儿子好歹是孩子的亲爹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孩子的亲爹去坐牢吧？亲爹，他也配？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被你们这对狼心狗肺的母子给亲手害死的，你们还有什么资格提他？你们这一家子畜生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行啊，不提啊，不提。之前都是我的错啊，你们要打要骂都是我来，跟我儿子没关系。但是那么多钱我们真拿不出。跟他没关系，那他是怎么心安理得的花着我的钱，又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全家人一起作践我？我女儿大过年跟着他在你们家受尽屈辱，他这个窝囊废，但凡出来能替他说一句话，我都认他是个男人。我们苏家绝不认这种软脚虾。晴晴，我们整整7年的感情，还抵不过这50万吗？就是啊，你还知道我们有7年的感情？这7年，你除了会拿甜言蜜语来给我画饼，你还付出了什么？你们全家恨不得敲碎我的骨头，吸干我的骨髓，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能当做筹码来讨价还价。是，我是畜生，但是我们家的情况你也了解，我们是真拿不出那50万。你们苏家有钱，你们不能赶尽杀绝吧？晴晴，这钱你就当施舍给我了，行吗？不行，拿不出就去借，借不了就去挣。你妈不是逢人就说她儿子多有本事，月入10几万吗？哎呦，
我那都是胡说八道的。我是一个被学校开除的人，哪个公司肯要我？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拿不出钱，那你就乖乖的去你该待的地方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们周家就这一根独苗，你不能往死路上逼呀！苏晴，我们7年的感情，你就算养条狗也会有感情。你就想眼睁睁看着我前途尽毁、身败名裂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要看着你们这一家子吸血鬼，为你们的贪婪和无耻付出应得的代价。哎，差不多行了，我们娘儿俩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了，非咬着50万不放，是要让我们全家吊死在你们苏家门口吗？我看你们这些有钱人就是心理扭曲，就爱看我们穷人活不下去。滚！哎呦！滚出去！滚！给我滚出去！哎呦，打人了！哎呀，有钱人要杀人了！哈哈，你算个什么男人呐？还敢打女人？哎，活该你这辈子生不了儿子！滚！再敢来我们家，我让你们横着出去！苏晴，我今天是真心来向你道歉的。不知道我妈她真心，你的真心让我感到恶心。滚啊！滚！欺人太甚，这口恶气8天一出，想赖账，我让他永远翻不过身来。全面封杀周浩，我要让他在这个行业里彻底消失。铁傻的老东西，竟然敢动手！有钱就能横行霸道是吧？我呸！我他好死！够了！你说我好什么呀？啊！刚才在人家家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，窝里横的玩意儿！我说了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可是你不听啊！你这张嘴，除了坏事还能干什么？我哪知道那小贱人脾气又大又臭啊，跟头倔驴似的，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现在好了，媳妇儿丢了，门片也没了，前途也没了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快想想办法，钱怎么办？想什么办法？等死吧！你等着你儿子蹲大牢吃牢饭吧。哎呦，没出息的玩意儿！开除就开除了，你肚子里的墨水才是金饭碗。我就不相信哪个大老板来一张破纸不要财神爷，开除就开除呗。行，那我就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堵上这个大窟窿。周先生作为江大博士生，你方便透露一下，您为什么被劝退吗？坐。你就是周浩？什么意思？你认识我？抱歉，岗位不匹配。匹配度很高啊，为什么看了我一眼都说我不行？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我就闹到底！你是不是得罪了苏家了？苏晴，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啊！儿子，你可算是醒了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
儿子，你可算是醒了！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妈跟他们没完。这些天就只有这些。哎呀，这可是血汗钱呐！这点钱够干什么？连50万的零头都不够，还有1个月，如果还不上钱，我就要去坐牢了。哎呀，不行，这是你爹的卖命钱！拿来吧，给我！你不是说你自己攒钱买的吗？这是我爹的卖命钱，我怎么遇上你这么个妈？能不能救我命，就看这些了。哎呀！我要没记错，这金项链是你妈的命根子吧？她舍得给你？我扫大街、刷盘子、扛水泥，我能做的我都做了，就只有这些。苏晴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只要撤诉，让我当牛做马都可以。你这些连零头都不够，50万1分不能少。要不是你在背后捣鬼，封死我所有的路，我能挣不到这些钱。告诉你，都是你们设计好的，你们苏家设计好的，想害死我。看来你还是没有吃够苦，跟你那个妈一样，只会怪别人。给我滚！苏晴，我求求你了，放我一条活路行吗？活路？好啊，滚回你的周家村去，守着你那1亩3分地，土里刨食。这不是你们周家祖传的活法吗？好，让我死是吧？行，我就死在你们苏家。要死滚出去死！别拿你那身血脏了我苏家的地！周浩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还有点男人样吗？你越是这样，就越让我感到恶心。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，看上你这种孬种？你真让我瞧不起。男人的样子，我做人的路都被你们堵死了。苏晴，你让我进去坐牢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那50万对你家来讲就是9牛1毛，对我们家来讲那是命啊！你们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？我警告你，周浩，再敢来骚扰我女儿，我不仅让你把牢底坐穿，更会让你们周家彻底无家可归。给我滚！喂，周浩，你个搅屎棍，你是不是存心要断全村的财路？苏氏集团的合作要是黄了，老子第一个收回你家的宅基地，让你们全家睡大街去！彻底完了，周浩，你这辈子算是毁了。哎呀，儿子，来，哎呀，快醒醒！妈给你说了门，好亲事啊！来，坐。这谁啊？我儿媳妇儿啊！哎呀妈，你又搞什么名堂？哎呀，这是咱村口王寡妇，前些年死了男人，手里可攥了100多万呢。你娶了她，那苏家50万算个屁呀！哎呀妈，你疯了！怎么让我娶她？你儿子不至于到没人要的地步。再说，为了50万，我不同意。哎呀，你听我说完呐，这没本事又赚不来钱。你娶了她，让她拿50万彩礼，这是来钱最快的办法。难道你想进去坐牢啊？妈可就你这一个儿子呀！话别说太早，我跟你儿子还两说着呢。哎呦，我儿子啊，他就是嘴笨了点儿，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博士生。
你跟着他就等着享福了。博士生，我怎么听说他被学校开除了？误会，那都是误会。是金子放在哪都会发光的。我儿子这本事啊，你就放100个心吧。哎呀，我离过2次婚，死了2任丈夫，但这规矩可不能少。妈，你说，我们懂。那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。我们家儿子啊，这以后还得靠你帮衬呢，不是？是吗？我看有人好像不情愿呢。哎呀，听好了，彩礼我也不多要，18万8，外加5金。什么？这就吓到了。全款房、全款车，这些条件少一样都免谈。牵手礼2万8，下车礼3万8，酒席一桌，怎么也得按5000的标准来吧？啊，还有，必须要先订婚，到时候给我家亲戚每人发1800的红包，人也不多，好像也就10来个吧。牵手礼、下车礼、酒席、红包，你是结婚还是抢银行啊？骂谁呢你？老娘肯来是给你们周家天大的面子，谁不知道你们家那点破事儿都快成过街老鼠了。儿媳，你别生气。他这2天呐，脑子不清醒，有点胡说八道啊。谁是你儿媳？这些条件有一样办不到，老娘绝不嫁给他。办得到，一定办得到啊！你就放心吧啊！妈，你给我闭嘴。那就是不知道，咱们那边的陪嫁是怎么安排的呀？陪嫁？我这么大的活人肯嫁到你们周家，就是天大的陪嫁。那要是按照咱们这儿的风俗，那咱们也是得准备点陪嫁的吧？啊，少拿那套规矩说事儿，我这儿不兴这个。刚说的房和车都必须写在我一个人的名下，这是我的保障。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惦记我那点赔偿款来的？牵手礼2万8，下车礼3万8，彩礼18万8。没错，而且这些钱都得转在我自己手里。就算咱俩结了婚，你也别想拿1分。还有5金，每桌5000的酒席，还要给你家10几个亲戚，1人1800的红包。哦，对了，5000只是菜钱，烟酒糖茶得另算。你当我们家是开银行的？就你这条件，你也配？嘿，你个龟孙，没钱你结什么婚啊？穷酸样，这亲啊，我不相了。坐，好闺女啊，咱们再商量商量啊，再商量商量。好儿媳啊，我这儿子不懂事儿啊，这家里都是我说的算的啊。这么说，我提的条件你都答应了？答应，办得到，一定办得到啊！妈，答应什么啊？现在还欠50万呢。再说，我马上就要对……闭嘴，别胡说，先哄着他，把证儿给领了啊，拿钱还账，之后他就是知道了，还能闹翻天啊！钱我们能拿，不过得先领证，还得拿16万给我儿子铺路，以后啥都好说。什么？你们当我寡妇好欺负是吧？哎呀，这都是为你好，我儿子可是当官的料啊！先领了证，是以后怕你拴不住他啊！16万就当是投资了，他以后当了官，那钱不都是你的？你不就是官太太吗？呸！
糊弄鬼呢你！十里八乡，谁不知道你儿子是滩烂泥？就有你这老娘，他打8辈子光棍吧！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你个老太婆你！你打我妈！哎呀，都怪你！要是白天哄住了王寡妇，16万到手就能把窟窿填了。你真是没用啊！你以为谁都像苏晴那么好骗？当初他忍让是因为爱我，现在呢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儿子马上就要吃牢饭坐大牢了，都是你害的。哎呀，你还敢怪你老娘？哎呦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谁呀？我这不是还是为了周家，还是为了你？要是你娶了苏晴那个泼妇，你这辈子在他们家都抬不起头来。那也比做你儿子强。下辈子我宁愿做条狗，我也不做你儿子。哎呀，你个不孝子啊！哎呀，都是苏晴，都是那个贱人害的。我儿子以前多孝顺呐，现在都敢跟我顶嘴了，都是那贱人挑唆的。老娘跟你没完！小贱人，看老娘怎么搞臭你名声！哼！喂，物业，我要调取昨晚全时段的监控录像。50万还没还清，就有力气来撒野。好，那我就让你们长长记性。喂，你好，我要追加名誉权侵权诉讼。哎呀，儿子，妈已经帮你出气了。你是不是去苏家泼油漆了？泼了咋了？啊，他那种贱人就该泼大粪，臭死他们全家！你看看，现在我们不仅要全额赔偿，还要追加精神损失费。啊！我们家被你害惨了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发疯，我们家也不会被查封。现在好了，连个屋都没有，流浪街头吧。谁说没地方住了？不是还有你姐家吗？走，找她去。走。滚远点，这是老子家，不是收容所。我闺女呢？啊，让周静出来，她肯定不会赶我们走的。闺女？哼，在村口卫生所里躺着呢。你又打她了？我可没打她，她自己摔的。哎呦！再废话，连你一起摔。哎呀！跪下来求我也没有用。我可没有那千金大小姐的钱去养你个闲人。姐夫，我妈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才找你的。要不这样，让我们2个人先住下，这段时间等我赚了钱，我们就搬出去。搬去桥洞啊？你能挣钱，还能像狗一样来求我？我把闺女嫁给你这个没良心的啊！你现在连丈母娘都不认了你啊！再不走，铲子个不长眼！我们走。什么玩意儿？苏总，你看，周家村文旅改造计划，这一片都将规划为民宿集群。这方案不错，细节再优化，尽快执行。
这周家村的基础设施也太差了吧，连个像样的垃圾桶都没有。哎，大叔，这个空瓶子你要吗？要。苏强，苏强，那个我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不太好。上个星期我妈去世了，还是肺上的老毛病，没钱治，咳着咳着人就走了。报应，也许吧。你过得怎么样？我一切都挺好，公司生活都在正轨上。有些人一旦错过，就是永永远远的一辈子。有些人错过，才能迎来新生。